第201章询问。抵住墙壁，望着走廊对面的黝黑，克莱恩本能屏住了呼吸。队长在做什么？队长怎么了？他在喝血，他出现失控的前期征兆了。一个个想法涌现，他的脑海乱糟糟一团，根本无法产生有效的思考。过了10几秒，克莱恩咬了下牙，借助小丑对身体的控制，悄无声息地挪到了楼梯口，然后他故意加重步伐，往回走去，又一次来到了雪伦夫人的卧室门口。视线投入，克莱恩看见队长立在那里，用黑布层层缠绕着封印物30271，表情沉凝，灰眸幽邃，脸庞干净。他刚才所见似乎只是幻觉。眼角余光一扫，克莱恩看到科恩离的尸体没新增什么异常，依旧是刚才的样子。他暗自吸了口气，开口问道：队长，我该怎么确认那些仆人是否处于睡眠状态？只靠灵视似乎无法准确的判断，他们会因为做梦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呈现对应的颜色。邓恩·史密斯拿着通灵者的镜子，沉默了几秒，嗓音沙哑的说道：抱歉，我忘记了，我今晚犯了太多的错误，你不用去检查，我来确认。他抬起一只手，按住眉心，然后闭上了眼睛，让一圈又一圈无形的波纹荡漾往别的房间，荡漾往1楼。是否睡着，在梦魇面前清晰可见。克莱恩怔怔看着这一幕，慢慢垂下了眼帘，死死咬住了嘴唇的内侧。队长，你刚才真的只是想支开我？你到底在做什么？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猛地扭过头，望向了窗户，只见那轮绯红之月高高悬挂，似乎千万年来都未曾改变。平复了一阵，克莱恩以10区塔罗牌、左轮手枪、半高丝绸礼帽等物品为掩护，又仔细检查了科恩黎和雪伦夫人的尸体。他们保持着死亡时的样子，皮肤以超过常人的速度变得苍白，并带着些许青紫。有点奇怪，他们好像少了些什么，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某种感觉。克莱恩无声自语，只觉破碎窗户处吹来的凉风让他的汗毛一根根竖起。这时，邓恩睁开了眼睛，低沉说道：都还在沉眠，只是有几个接近苏醒，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克莱恩看着队长，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邓恩环顾一圈道：你把现场的物品处理一下，然后去最近的警局找人过来。顺便回一趟佐特兰街，让弗莱来帮忙。克莱恩深深望了队长一眼，牙关紧咬地点头道：在邓恩的帮助下，他快速处理好了现场，走正门离开了雪伦夫人的房屋。穿过花园，来到外面，克莱恩忍不住又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小楼依然静静匍匐于黑暗里，没有一点光芒。他沉重转身，根据印象，很快找到了最近的警察局，这是每一位职业者必须记住的常识。当当当，克莱恩敲响了铁门。没过多久，轮值晚上的警察提着马灯，穿过小小的庭院，拉开大门，疑惑审视道：有什么事情吗？克莱恩挤不出任何表情，沉着一张脸，拿出了自己的证件，打开展示于那位警察的眼前。奥尔斯纳街15号出了一起严重的凶杀案，你立刻叫上你的同伴过去帮忙。那位警察提起马灯，仔细端详了证件一眼，接着并拢双腿，举手行礼道：是，长官。处理好这件事情，克莱恩乘坐出租马车往佐特兰街返回。一路之上，他坐在黑暗的车厢里，思绪既凌乱又发散。科恩里死了，我记得他刚订了婚，他的父母还活着。队长刚才究竟在做什么？他难道渴求着鲜血，或者有另外的目的？他记忆还是那么差，并没有明显好转，这说明他没有失控的前期征兆。但是他知道扮演法也有一段时间了，记忆缺乏改善是否同样表明暗中有些问题？不，一定是队长还在摸索梦魇该怎么扮演。对了，科恩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封印物30271，这是队长交给他的。我在想什么？当时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队长提议的使用封印物30271。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不能瞎想，也不能等待，免得情况恶化。等等，就寄信给戴丽女士，看她是否知道这种状况代表什么，即使她不清楚具体的答案，也肯定能明白其中蕴含的危险，及时告知圣堂。这应该可以把问题扼杀在摇篮里，让队长恢复正常。不，队长不一定有问题，或许是我误会了什么，看戴丽女士怎么说。当出租马车抵达佐特兰街36号时，
克莱恩已经想好了对策，做出了决定，不再像之前那样慌乱和无措。他沿着楼梯，脚步沉重地爬到黑金级安保公司的门口，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眼前熟悉的布置，熟悉的场景，让他的心情安稳了不少，就像每次有事情去找队长时的感觉一样。吸了口气，克莱恩来到职业者娱乐室，看见弗莱正在煤气灯光芒下孤独地阅读书籍。他侧头望向克莱恩，冰冷阴沉的脸上露出明显的关切和紧张。出了什么事情？队长和科恩离呢？克莱恩嗓音低哑地回答道。科恩离死了，死在雪伦夫人的手上，我们都犯了错。队长在那里守着现场，让你过去帮忙。出发之前，邓恩向弗莱交代过具体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他们没能在2个小时内回来，就立刻派电报给圣堂。同样的，因为要申请封印物30271，要在夜里进入查尼斯门，所以轮值看守室的洛耀也清楚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按照职业者的内部规定，夜晚要打开查尼斯门，必须得到队长的允许，如果队长在，只能由队长进入。弗莱怔了一下，低低叹了口气，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他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往着门口走去，与克莱恩擦肩而过时，忽的低声开口道：你不需要自责，犯错是永远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们永远相信队友。克莱恩闭了下眼睛，视线都仿佛变得模糊。他和弗莱先是前往地底，告诉了洛耀一声，接着锁住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大门，赶去了位于奥尔斯纳街的雪伦夫人家。等到他们搬回科恩离的遗体和雪伦夫人缺了半个脑袋的狰狞尸体，时间已过了凌晨。穿黑色薄风衣的邓恩站在那间停尸房门口，默然望着里面，好半天才侧头对克莱恩道：你先回家吧，你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肯定非常疲惫了。好的，克莱恩没有推辞，他抿着嘴望了队长一眼，安静地离开了黑金级安保公司，乘坐出租马车回到水仙花街。与上次的流程一样，他轻松进入了自己的卧室，真正反锁住了房门。抽出一式银笔，克莱恩制造出封锁房间的灵性之墙，然后坐到书桌前，摊开纸张，提起钢笔，急切写道：尊敬的戴利女士，我发现队长最近有些不对劲，他在任务里悄然。写到这里，克莱恩忽地顿住钢笔，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后面该怎么接，该怎么描述。啪！他猛地丢掉钢笔，将面前的纸张抓起，揉成了一团，然后重重捶了桌面一下。咚的声音回荡之中，克莱恩闭上眼睛，伸手捂住脸孔，好半天没有动作，就像变成了一尊雕像。这样过了足足5分钟，他叹了口气，放下右手，用灵性点燃刚才那团废纸，看着它化成灰烬，落于垃圾桶内。组织了下想法，克莱恩摊开新的纸张，落笔重写道：尊敬的戴利女士，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任务，并悲痛的失去了一位队友。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想到我目前水准的灵视无法确认仆人们是否熟睡，而一个个占卜又非常麻烦，所以走了回去，打算请教队长。这个时候，我通过镜子的映照，看见队长半趴在科恩离的尸体旁边，嘴巴四周有着暗红的血液。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队长处于什么状态，希望你能够给我答案。写完之后，克莱恩心情沉重的通读了一遍，折叠好了信纸。接着他不止一时开启灵视，召唤出了戴利的信使，召唤出了那张无眼无鼻只有嘴巴的诡异脸孔，看着那条被吐出的长满不规则尖牙的鲜红舌头，看着舌头顶端的5根细小苍白手指。克莱恩沉默着将信递了过去，等到一切恢复正常，他又坐了下来，继续写信。这一次他要询问阿兹克先生，最近的一次任务里，我的上司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他支开我，半趴到队友的尸体旁边，嘴巴周围沾满了暗红色的血液。在您的记忆里，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我该怎么帮助我的上司？第202章确认情况。折好信纸，克莱恩掏出铜哨，凑到嘴边，狠狠吹了口气。无声无息间，他看见书桌之上有虚幻朦胧的白骨被一根根抛出，化作喷泉，拼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他依旧接近4米，依旧蒙着淡光，依旧将脑袋钻出了屋顶，与以往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克莱恩手腕一抖，将信扔了上去，看见白骨怪物稳稳抓住。他又吹动铜哨，目睹信使崩解成虚幻的白骨，一根根如雨落下，消失在书桌表面。做完这一切，克莱恩安定了不少，
但他并没有停止尝试，后移椅子，站起身来，逆时针走了4步，进入灰雾之上。巍峨雄伟的宫殿和古老斑驳的长桌映入了他的眸子，仿佛千万年来都保持着不变。克莱恩坐到属于愚者的高背椅上，默然解下了左腕袖口内的领摆，并具现出黄褐色羊皮纸和原副钢笔。他要为队长今晚的情况占卜。思考片刻，克莱恩写下了第一条占卜语句：邓恩·史密斯的异常会让我陷入危险之中。在神秘学里，涉及自身安危的占卜是最难被外力干扰的，这属于灵性的本能。换句话说，只要不是特别强力的干扰，在涉及自身安危的占卜上，克莱恩都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结果。这也是他之前明知雪伦夫人拥有干扰占卜的能力，还要为任务占卜是否存在危险的原因。他很清楚雪伦夫人没强到可以影响这类占卜的程度。而现在，为了确定队长邓恩·史密斯的情况，他决定排除一切干扰，于灰雾之上占卜。左手持握住领摆，克莱恩默念了占卜语句7遍，并闭上眼睛，进入冥想状态。稳定了几秒，他睁开双眼，转身的眸色已恢复正常。他望着黄水晶吊坠，一颗心渐渐往下沉去，因为领摆正在做顺时针的转动，幅度不小，速度不慢。这说明答案是肯定。这说明邓恩·史密斯的异常会让他陷入危险，而且危险还不低。闭了下眼睛，克莱恩擦掉之前的内容，书写出新的占卜语句。邓恩·史密斯异常的原因。他放好黄水晶吊坠，往后靠住椅背，边默念占卜语句，边借助冥想进入梦境。在那灰蒙蒙的虚幻世界里，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现，除了灰蒙，还是灰蒙。这说明信息不足，占卜失败。克莱恩睁眼望向青铜长桌上的羊皮纸，苦涩又无奈的低语了一句。突然，他感觉到了强烈的疲惫，明白这是激烈战斗、连续使用仪式和多次占卜共同造成的结果。用灵性包裹住自身，克莱恩坠入灰雾之中，回到了现实世界。整个晚上，他做了好几场噩梦，梦的结尾不是呕吐出了内脏的科恩黎，就是嘴巴周围满是暗红血液的邓恩·史密斯。第二天清晨，即将轮值查尼斯门的克莱恩提前抵达了黑金级安保公司。这个时候，罗珊和奥利安娜太太等文职人员都还未上班。克莱恩穿过隔断，望向敞开的房门，看见了队长办公室内的邓恩·史密斯。邓恩脱掉了外套，上身只有白衬衣和黑马甲。他坐在位置上，手里端着杯咖啡，正望着前方的墙壁。他的头发略显干枯，灰色的眼眸神采暗淡，线条刚硬的脸庞透着明显的憔悴。即使是经历过很多次类似事情的队长，短短时间内连续失去2位队友，也是难以承受的。克莱恩心中一酸，脑海内忽然又浮现出了那面破碎的镜子，浮现出了邓恩半趴下的身体和沾着暗血的脸庞。克莱恩猛地咬着牙，侧过头望向了一边。10几秒过去，他控制住表情，伸手敲响了队长办公室的大门。咚咚咚，邓恩放下咖啡杯，灰眸重新变得幽邃。他无声地吸了口气道：我已经将事情汇报给了圣堂，他们也做出了初步的答复，由教会补偿科恩黎的家人3000镑，警察部门给予1000镑的抚恤，一共是4000镑。这对多数中产阶级来说，是一生都无法攒到的财富。科恩黎周薪是7镑，年薪364镑，算上奖金和额外的收入，至少能达到380镑。4000镑相当于他10年的收入。这样一笔财富，每年最少也能有200镑的回报，算是能勉强弥补科恩黎死亡对他家人造成的伤害。虽然金钱无法替代感情，无法替代科恩黎，但这是目前相对有效的唯一办法。克莱恩闪过了很多想法，最终出口的却是一声叹息。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黑夜女神教会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有良心的。邓恩扯了下领口，低沉说道：你去弟弟吧，将洛要替换出来。好的。克莱恩微微点头。他转过身体，走向大门，听到了队长近乎自言自语般的补充：我们等下会送科恩黎回家。送科恩黎回家？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他的未婚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克莱恩心中一紧，竟有点庆幸自己不需要去面对那种悲伤。他知道这是逃避的心理，但他真的很害怕看到科恩黎父母悲痛欲绝的眼神和他未婚妻失去灵魂般的表现，害怕目睹他们藏着埋怨的表情，害怕听到那一声声抽泣。脚步加快，
克莱恩来到扎尼斯门前，沉默着与洛耀完成了交接。他坐在值守室内，时不时掏出银色怀表，看见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克莱恩耳畔忽地响起了虚幻层叠的声音。他看了眼凸显出4个黑点的手背，明白这是正义倒吊人或者太阳在向自己祈求，但他没办法及时做出回应，只能忍到提示结束，忍到之后又有祈求，忍到第二天清晨回家。刚掏出钥匙打开家门，克莱恩就看见女仆贝拉在擦拭餐桌，妹妹梅丽莎和哥哥班森则分别穿着各自的外出服走下楼梯。你们不是上周才去参加过弥撒吗？克莱恩略显奇怪地问了一句。班森笑笑道，我能理解一个整夜未睡的人的记忆啊。克莱恩更加茫然。今天是伯爵归来开放订票的第一天，梅丽莎主动解释道。克莱恩拍了下额头，顺手取掉了帽子。我这段时间太忙，都忘记这件事情了，尤其这3天。他叹息着补充了一句。梅丽莎关心地看了他一眼道，你的早餐在厨房里，吃过就快去睡觉。我和班森想着既然要出门，就顺便去圣塞琳娜教堂参加弥撒。好的，克莱恩挥手告别哥哥和妹妹，简单用过早餐，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做好准备工作。他逆行4步进入灰雾之上，看见正义和倒吊人对应的深红星辰都在虚幻的膨胀和收缩。伸出右手，蔓延灵性，克莱恩眼前浮现出了模糊不清的画面，耳畔响起了正义小姐的祈求声。我祈求您的垂听，因为麒麟格斯的事情，我的父亲请了位非凡者来保护我，而且暗中还有我不知道的监控，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向您祈求。我想为下周的聚会请假，我相信这些很快就能淡去。克莱恩下意识瞄了眼那模糊的画面，看见了弥漫的雾气，看见了似乎在荡漾水波的巨型浴缸，看见了裹着浴巾的正义小姐。他收回视线，又开始倾听倒吊人的祈求。对方的描述与正义不同，但祈求的却是同样一件事情。他也要因为麒麟格斯事件的残余影响请假。克莱恩微微颔首，分别回应了他们的祈求。我知道了。紧接着他又给太阳对应的深红星辰传递去一道意念。即将到来的聚会暂时取消白银之城，戴里克·伯格正在训练场上聆听教导，头顶的天空依旧黑暗，时不时划过一道照亮所有的闪电。忽然他眼前一花，看见了浓郁的雾气，看见了那个巨人居所般的古老宫殿，看见了高坐于灰雾深处的愚者先生。即将到来的聚会暂时取消声音还在回荡，戴里克眼前的一切已恢复了正常。他并不惊讶于这种神奇，因为每次聚会前，愚者先生都是这样提示他的。戴里克下意识抬头望了眼前方那位女子，白银城6人议事团的成员，牧羊人洛威亚。这位可怕的强者不断在微笑和冷酷中转变着，并告诉在场的每一位少年，他们接下来将加入巡逻队伍，去清除附近的黑暗怪物们，那不再是训练。洛威亚长老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的状态越来越奇怪了。是因为他放牧的灵魂里有一个等于高序列强者的恶灵吗？戴里克思维发散的想着。克莱恩回到卧室，躺至床上，很快进入睡眠，梦见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忽然他感觉自己正在被谁摇晃，一下清醒了过来，眼睛睁开，克莱恩看见了一只白骨巨手。这只巨手顿了一下，将握着的信纸丢到床上，自己随即消失不见。阿兹克先生的回信。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拿起了信纸。第203章异种。克莱恩期待又忐忑的展开信纸，阅读起阿兹克的回复。你描述的场景让我想到了一些可能，想到了吸血鬼和一种天然的吸血鬼在巨龙和巨人退出历史的舞台前就已经接近灭绝，之后偶尔才能发现他们。我们平时所讨论的民俗传说里的吸血鬼更接近于非凡者。我记得有一条途径的某个序列的魔药名称就叫吸血鬼。如果你的上司已经处于半疯狂的状态，那他很可能是误服了这种魔药。2种不同途径的魔药混杂，半疯狂是必然的结果。我隐约记得黑夜途径，也就是你说的不眠者途径，可以和死神途径、巨人途径在高序列互换，但这不包括吸血鬼所在的途径。当然，不排除你上司有意识接受的可能，毕竟吸血鬼能拥有漫长的生命、出色的体质以及卓越的外表。比起这些好处，半疯狂的状态不是不可以接受。克莱恩看得怔了一下，没想到阿兹克先生竟然提供了这么有用的情报。死神途径是指收尸人途径，它可以和不眠者途径在高序列互换。
这是我之前就从罗塞尔日记里了解到的秘密，但想不到他们还能和巨人途径在序列4级之后互换。巨人途径是白银城掌握的那条，也就是现在的战神途径。我一直怀疑巨人王奥尔米尔是远古战神。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上有描述黑夜女神教会和战神教会水火不容，难道就是因为彼此序列在高层次可以互换？以这个猜测为前提来推理，风暴之主教会、永恒烈阳教会、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这3大最古老教会互相仇视的情况就能得到一定的解释了。因为他们分别掌握的水手、歌颂者和阅读者途径能在高序列互换。上个纪元末尾的苍白年代里，死神陨落的主要推手恐怕就是黑夜女神和战神。队长平时的状态很正常，除了记忆不好，没有1点半疯狂的表现，可以排除掉服食了吸血鬼魔药的可能。阿兹克先生最近回忆起了不少事情啊，难道蠕动的饥饿真刺激到了他？克莱恩轻轻点头，继续往下阅读。异种并不是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对很多相似生物的描述。他们正常的时候与人类没有区别，但心里始终潜藏着本能的、扭曲的、被压抑的欲望。只要遇到特定场景或者特定事物的刺激，就会爆发，就会变成怪物，就会肆意的满足嗜血和杀戮等欲望。等到一切平息，他们又会恢复正常。而每爆发一次，他们就会冷酷无情一点，最终心灵将彻底扭曲。这里面最常见也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唯一例子是狼人，他们平时等同于人类，无法用大部分非凡能力识别，但在满月的时候，心里的扭曲欲望会加剧，身体也将随之出现一定的变化。你的上司也许就是一个潜藏的异种，队友的死亡激发了他的本性。以上都是我个人所做的猜测，因为记忆并不完整，我无法向你保证没有别的可能。或许你猜测的失控前兆也能解释，而不管是服食了吸血鬼魔药，还是本身属于异种，都无法挽救。当然，曾经有人猜测过，异种原本都是正常的人类，但受到了奇怪的诅咒或者邪神恶魔的污染，所以才会于特定状况下变成不同的怪物。另外，只有前兆的失控是否能够治疗，我并不清楚。我建议你直接向你上司的上司汇报，希望一切还来得及放下兴致。克莱恩表情凝重地望向书桌，思考了许久。他不得不承认，异种这个可能存在，但失控前兆的因素也无法排除，只能等待戴丽女士的反馈了。我前晚寄的信，她昨天上午应该就收到了。及时回信的话，我昨晚或者今早就能看见。这都快中午了，那个小信使不敢靠近查尼斯门，或者戴丽女士有其他事情耽搁了。克莱恩摇了下头，感觉自己依旧很疲惫，于是靠着冥想再次强行入睡。迷迷蒙蒙的世界里，他忽然清醒，知道自己在做梦。接着他看见邓恩·史密斯穿着黑色薄风衣出现于面前。按照正常的做梦反应，克莱恩迟缓地打了声召唤。上午好，队长。邓恩轻轻颔首道，伦纳德在追查兰尔乌斯案的过程里发现了一条线索，需要你去帮忙。圣堂派来的那位窥密人因为蒸汽列车出现故障，得明天上午才能抵达。好的，克莱恩语气飘忽地回答道。邓恩想了下，又补充道，你不用返回佐特兰街，直接去豪尔斯街区62号，伦纳德会在那里等你。辛苦你了。他话音刚落，克莱恩的梦境就寸寸破碎，眼睛下意识睁开。豪尔斯街区，这不是占卜俱乐部，我的同学韦尔奇以及之前那位极光会成员所在的街区吗？最近的事情还真多啊，一件接一件，就像在酝酿着什么一样。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缓慢起身，先去盥洗室清理了自己，然后换上外出的白衬衣、棕马甲和黑色薄风衣，拿上半高丝绸礼帽，下楼来到客厅。这个时候还不到11点，班森和梅丽莎还未回来。克莱恩对女仆贝拉交代了一句，说不用考虑自己的午餐。接着他乘坐有轨公共马车抵达了豪尔斯街区，在62号房屋的门牌前看见了头发有着凌乱美感的午夜诗人伦纳德·米切尔。在天气变冷的9月里，伦纳德依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衬衣，配一条米色长裤。他绿眸一扫道，这里很可能是莱尔乌斯化名租住的房屋，你怎么查到的？克莱恩略感好奇地反问道。伦纳德指了下自己的脑袋，既然你们从胡德·欧根那里得到线索，怀疑莱尔乌斯很可能与极光会那位成员布商西里斯·阿瑞匹斯有关系，我在正常调查没有收获的情况下，只能改变思路，从极光会这条线寻找。之前的报告显示，
希里斯和豪尔斯街区不少住客有来往，我又挨个排查了一遍，发现这里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克莱恩微微点头道。伦纳德挑了下眉毛，很显而易见的问题，这里的租客平时很少出现，在海纳斯·凡森特死亡之后就宣称要去南大陆做生意，再没有回来。他的资料很真实，警察们没有发现什么，这只能说是一点巧合。克莱恩皱眉道。当然，只是巧合，但我拿莱尔乌斯的照片询问周围的居民时，有一位老先生感觉这和62号的租客很像，除了眼镜不太一样。伦纳德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张黑白照片。怎么不早说？克莱恩腹诽一句，跟着伦纳德进入豪尔斯街区62号，按照他的请求开始占卜是否有暗格或者密室。而结果是有。这栋房屋的暗格或者密室。克莱恩写下新的占卜语句，坐到沙发上，边默念边闭上了眼睛。7遍之后，他进入梦境，眼前一片朦胧。灰蒙蒙的世界里，克莱恩看见了项目书架，看见了一排排图书，看见其中一本书籍被抽走，看见他旁边的木头表层豁然打开，出现一个暗格，画面很快消失不见。克莱恩睁开眼睛，对伦纳德道，在书房他缠好黄水晶吊坠，跟着伦纳德进入书房，看见了刚才梦到的那个项目书架，抽出那本书，他遮掩住的地方有暗格。克莱恩指着最靠边的那本书籍道，在这里啊，我之前找遍了整栋房屋，什么都没发现，不得不回佐特兰街请求帮忙。伦纳德边咕哝边走了过去，抽出了克莱恩所指的那本书籍。他摸索了一阵，终于找到机关，啪的打开了暗格。暗格内正静静放着一封信。信，兰尔乌斯在这里藏了封信。克莱恩对此是非常的诧异，他占卜过信中是否藏有危险的物品，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伦纳德伸手抓起了那封信，拆开了没有写地址和收信人的信封，抽出信纸，伦纳德甩了一下，将其展开。克莱恩靠拢过去，凝神观望，只见信的前面几段写道：哈哈哈，祝贺你们，祝贺你们终于找到了这封信，这说明你们还不算太愚蠢，不算太迟钝，有资格参与我设计的这场生与死的游戏。不断夭折的童工，因环境和辛苦很少活过10年的工厂工人，冒着重病风险又只能拿到微薄薪水的女工。我看见每一座工厂都笼罩着无数的怨念，让周围都变得压抑和昏暗，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的游戏将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蠢货们，做好准备了，我要给你们提示了。第204章来访者。看到这里，克莱恩和伦纳德同时将目光从信纸上抬起，彼此对视了一眼。各自咕哝道，这怕是个疯子吧？莱尔乌斯是隐性的疯子，真真正正具有妄想症和反社会人格的疯子。克莱恩心头发紧，忙将视线又投回了信上。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提示是，我在停根室安放了一个炸弹，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强的炸弹，去寻找它吧，抢在它自己爆炸前解决它。如果游戏失败，轰的一声，整个停根室就会变成废墟。相信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进行任何的欺骗。最喜欢给朋友带来惊喜的莱尔乌斯，炸弹。克莱恩望向伦纳德，疑惑自语道。伦纳德将信对准阳光，翻来覆去瞄了几眼，没发现别的线索。炸弹应该只是一个代名词，我从来没听说过能不断变强的炸弹。克莱恩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回答道，不，我的意思是，这或许是神秘学意义上的炸弹，比如某些不断蓄积着力量的邪恶仪式。伦纳德侧了下脑袋，仿佛在倾听什么，表情突然变得凝重。他绿眸微缩地点头道，也许你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封信前面不是有一段描述吗？不断夭折的童工，因环境和辛苦很少活过10年的工厂工人，冒着重病风险又只能拿到微薄薪水的女工，笼罩着无数怨念的工厂，这或许就是莱尔乌斯那个炸弹能不断变强的力量源泉。对，很有可能。克莱恩的情绪一下绷紧，我们必须立刻向队长汇报。伦纳德笑笑道，不要这么紧张，你应该很清楚，莱尔乌斯是一名诈骗师，他没有骗人的描述，或许本身就在骗人。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回佐特兰街告诉队长，最好能向圣堂申请，让他们派一位神秘学专家过来，通过那些怨念的不正常汇集，找到祭台的位置，一副很熟练的样子嘛。可是类似的祭台，类似的布置，为什么要找胡德·欧根帮忙？心理医生能在这种事情上发挥什么作用？克莱恩没有反对，
与伦纳德一起离开了豪尔斯街区62号，乘坐出租马车赶回了佐特兰街。刚进入黑金级安保公司的大门，克莱恩就看见了两位熟人，一个丰满，一个瘦弱，正是梅纳德议员的妻子和妹妹。他们依旧穿黑裙，戴黑帽，用细格的黑色面纱遮掩容貌。两位女士正要和罗珊交谈，忽地看见克莱恩回来，于是转过身体迎了上去。你们果然是这个行业最精英的人员，梅纳德夫人轻轻颔首，低沉说道，我很满意这样的结果，也很欣赏你们做事的风格，这是你们应得的报酬。那位瘦弱的女士将一个浅棕色的纸袋递给了克莱恩，里面装着叠厚厚的现金，有10磅面额的，有5磅的，有1磅的，也有5苏勒和1苏勒的，一共是230磅。瘦弱女士简单说道。克莱恩现在哪有心思关注钱的问题，当即扔给罗珊道，你拿给奥利安娜太太，我想两位尊贵的女士不会数错钱的。这个时候，他眼角余光扫到了梅纳德夫人手中的那份廷根市老实人报，在首页最鲜明的位置有2条新闻：老男爵遗孀因卷入梅纳德议员被谋杀案而身亡，市长丹尼斯先生引咎辞职，对廷根市最近3个月治安情况的恶化表示抱歉。雪伦夫人那起案子终于达成一致说辞了，我今天都还没来得及看报纸。克莱恩对两位女士点了下头，跟着伦纳德通过隔断走向队长办公室。怎么样，有找到线索吗？邓恩·史密斯合拢文件，抬起脑袋，用幽邃的灰眸看向克莱恩和伦纳德。有找到兰尔乌斯留下的一封信，伦纳德没有过多描述，直接将那封充满疯狂和挑衅意味的信递给了队长。邓恩展开信纸，快速浏览了一遍，末了揉着额角道，真是一个疯子啊，他才只有序列8，最多序列7。克莱恩由衷的赞同道，兰尔乌斯是一个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破坏性的危险人物，即使他实力弱小，也不能轻视他。接着他将自己和伦纳德的猜测原原本本描述了一遍。邓恩摸了摸自己后退的发际线道，这也是我的想法，我会立刻拍电报给圣堂，请他们派遣神秘学专家过来协助。谁也不知道兰尔乌斯所谓的炸弹究竟有多危险，我们必须足够的小心。等圣堂给了我答复，我再安排后续的行动。克莱恩和伦纳德互相看了一眼，同时点头道，好的。趁队长拍电报给圣堂的机会，克莱恩回到接待大厅，从罗珊那里拿走了一份廷根市老实人报。他站在隔断位置，专心的阅读起之前那2条新闻。霍伊家族老男爵的遗孀雪伦夫人被怀疑与梅纳德议员的突然死亡事件有关，警察部门收到线报，趁夜出动，发现雪伦夫人和他的同伙弄晕了仆人和侍从们，在他的卧室内进行崇拜恶魔的活动，他们拒绝投降，试图反抗，造成了一位英勇警官的身亡。最终雪伦夫人和他的同伙为他们罪恶的事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市长丹尼斯先生因廷根市治安状况的恶化引咎辞职，并宣布不再参与明年的竞选，接下来的几个月将由副市长哈里先生代行市长的职责。一位英勇的警官，这就是对科恩离的描述吗？克莱恩叹了口气，知道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根据职业者的内部规定，为了防备邪恶势力对各自家人的报复，即使牺牲也不能被普通民众传送姓名。默然折好报纸，将它放回接待台时，克莱恩忽然看见门口又进来一位访客，她同样是位女士，但年纪并不大，顶多20出头，戴着荷叶帽，穿着宽松的裙子，有着光洁的额头，金色的长发，碧绿的眼眸，以及忧郁而沉静的气质，是个相当不错的美人。而她身上最引人瞩目的却是高高鼓起的肚子，似乎已经怀孕7个月以上了。克莱恩愣了一下，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这位年轻的孕妇。突然他听到伦纳德惊愕脱口道，梅高欧斯小姐。梅高欧斯，对，被兰尔乌斯骗色的那位年轻姑娘，她怀了兰尔乌斯的孩子，精神都因此而出了点问题，说自己的孩子在娘胎里就会哼歌，会吹口哨。克莱恩一下恍然，并不意外伦纳德为什么会认识梅高欧斯。重新排查兰尔乌斯案相关的人和物时，这位姑娘的照片被每一位职业者看过，克莱恩则更早认识她，当时她那个被兰尔乌斯骗光了积蓄的姨妈克里斯蒂娜女士，带着她前往占卜俱乐部请求帮忙，甚至问出了肚子里的孩子算不算相关物品的话语。这个时候听到伦纳德声音的梅高欧斯用略显无神的双眼望着两人，礼貌致意道，你们好，梅高欧斯小姐，你到我们黑金级安保公司来做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委托吗？克莱恩上前2步，开口问道。
他对梅高欧斯的突然来访充满不解，觉得这非常巧合。刚发现莱尔乌斯留下的信，梅高欧斯就找上门来了。梅高欧斯摸着自己的肚子，浅笑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就想着到佐特兰街来，忽然就想着上来看一看他的精神问题愈发恶化了。”克莱恩想起自己上次没来得及开启灵视，没能确认梅高欧斯的状态，于是牙齿轻抬，即将往左边轻扣。就在这时，他突地僵住，脑海内闪过了一个比一个强烈的念头：不能看，不能看，不能看，会死的，看到就会死，看到就会死。克莱恩雕像般立在了原地，额头沁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他就像做了一场最深最沉的噩梦，险些无法醒来。忽然之间，他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上次自己不是来不及开启灵视，而是自己的灵性察觉到了无法想象的危险，让自己下意识间变得迟缓，错过了机会，并遗忘了后续。那时克莱恩还没有彻底消化完占卜家魔药，还没有晋升序列8，灵性的阻止很微妙，很难以察觉，就像本能做了个习惯动作，自身肯定不会太过在意。而现在基于小丑预感的灵性提醒是如此清晰，如此明显。过了10几秒，克莱恩终于挣脱出不断冒冷汗的状态，侧头望向伦纳德，发现这位午夜诗人也是一脸的冷汗和满眼的恐惧。突然，克莱恩明白了莱尔乌斯所谓的那个炸弹是什么，是梅高欧斯肚子里的婴儿，是他留下的这个婴儿。克莱恩瞬间联想到信上的描述和胡德·欧根的回答，忽然记起了罗塞尔日记上的一段话语：我亲手开启的工业革命，亲手铸就的蒸汽与机械时代，将成为邪神降生的温床。克莱恩的瞳孔一下收缩，想到了一个可能，但又本能的拒绝承认这个可能。不，这不对，梅高欧斯肚子里的婴儿不是邪神的子嗣，或者试图降生的邪神。不，胡德·欧根怎么可能做这么愚蠢的事情？虽然他心理医生的能力确实可以帮助莱尔乌斯隐瞒过梅高欧斯，让他在半昏迷的状态里成为郁郁的工具。不，夭折童工、死亡女工和活不过10年的工厂工人聚集的怨念没在帮助这个邪神的子嗣飞快成长。不可直视神。第205章紧急安排。克莱恩下意识就将2只手揣进了衣兜，一只捏着扬言符咒，一只握着阿兹克铜哨。他敏锐地察觉到后者冰凉但柔和的非凡触感消失了，似乎正被无形的力量压制，而前者却依旧温暖，让人安心。借助这种安心，克莱恩进入半冥想的状态，并除了惊慌的情绪，不再抱有任何侥幸。他侧过头，对伦纳德·米切尔使了个眼色，并朝梅高欧斯努了努嘴巴。接着，他依靠小丑的能力控制住表情，对梅高欧斯笑道：“你要咖啡还是红茶，或者什么都不要？”梅高欧斯抚摸着肚子，仿佛在倾听着什么般道：“一杯温水。我忽然很想和你们聊聊莱尔乌斯的事情，我感觉你们知道很多，这是谁告诉你的？”伦纳德早不见平常的浪荡不羁和吊儿郎当，笑得相当僵硬。梅高欧斯忽的咯咯笑道：“我的孩子告诉我的，他知道很多，他很聪明。”克莱恩忍住爆粗口的冲动，转身走向隔断，并示意伦纳德稳住梅高欧斯。伦纳德强行翘起2边嘴角，指着沙发区域道：“这正是我想说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和你聊聊莱尔乌斯的事情。”接待台的罗珊略显茫然和疑惑地望着这一切，突然发现似乎什么都不需要自己去做。克莱恩快步通过隔断，直接拧开了邓恩·史密斯办公室的门，并砰的一声合拢。他看着先惊讶后凝重的邓恩，沉声开口道：“队长出大事了，我知道莱尔乌斯所说的炸弹是什么了。”邓恩唰的站起，指着外面道：“梅高欧斯。”他显然听到了伦纳德惊愕的声音，但无法看见2位队员满脸冷汗、满眼恐惧的样子。克莱恩点了下头，语速极快的解释道：“我试图开启灵视观察梅高欧斯，确认他的精神状况，但我的灵性阻止了我的尝试，不断的告诉我不要看，不要看，看了会死。”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不可直视神。梅高欧斯肚子里的婴儿，即使不是试图降生的邪神，或者邪神的子嗣，也肯定属于神话生物。队长再联想到胡德·欧根记忆中的黑色祭台，联想到他心理医生的能力，联想到莱尔乌斯信上描述的悲惨世界，我觉得我的猜测很可能接近了真相。莱尔乌斯从极光会成员那里得到与真实造物主有关的仪式魔法，借助胡德·欧根的帮助，
让梅高欧斯成为了孕育某种力量的载体，而这种力量会借助工厂周围的怨念、压抑和灰暗飞快成长，直到成熟，或者说，仪式本身就必须借助这些怨念、压抑和灰暗才能够成功。邓恩认真思考了10几秒，表情凝重地点头道：“我立刻向圣堂求援，希望梅高欧斯肚子里的婴儿还能等待。当然，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你告诉伦纳德，稳住梅高欧斯，尽量不让他离开公司。你再通知奥利安娜太太和罗珊他们，让非战斗人员全部撤离。我拍完电报就会去查尼斯门后面。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圣堂的帮手还没抵达，而梅高欧斯肚子里的婴儿却要出生了。我作为廷根市职业者小队的队长，有权利在危急关头使用圣塞琳娜的骨灰。圣塞琳娜的骨灰，高序列强者的骨灰，查尼斯门的封印核心。克莱恩稍微安定了一些思绪，转动道：队长，我们还能向代法者和机械之星求援，他们应该也有类似的圣遗物。说到这里，克莱恩忽然闪过一道灵光，喃喃自语道：莱尔乌斯的案子之前归属代法者处理，他们刚好在那段时间有位资深成员失控，我和老尼尔帮忙处理的。低语中，他的声音猛地变大：队长，你再询问一下代法者，问他们之前失控的那位队员是否跟踪或者监控过梅高欧斯。你怀疑他的失控是因为受到了梅高欧斯肚子里婴儿的污染。重新排查的时候，梅高欧斯也是他们负责的。邓恩郑重回答道：不能再耽搁了，你去找奥利安娜太太他们，我抓紧时间拍电报，先向圣堂求援，然后给代法者和机械之星。还要给警察部门电报，让他们想办法想借口疏散周围的民众。好的，克莱恩往外走了几步，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那就是梅高欧斯的来访是如此突然，如此巧合。脑海内豁然闪过了那栋红烟囱房屋，他忙回头对邓恩道：队长，还有件事情，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些巧合吗？绑架案对面的房屋内有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线索，瑞尔、比伯没及时逃离廷根，海纳斯、凡森特因为一次巧合而暴露，另一位极光会成员正好遇上我，直接失去了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巧合都相对隐蔽，让人难以察觉。而今天梅高欧斯在我们找到兰尔乌斯的信后突然上门的事情却太明显，太直接，这巧合已经赤裸裸，不加掩饰了。我认为背后的那位或许即将登上舞台。还有，雪伦夫人为什么要冒险杀掉梅纳德议员？这是否也属于巧合？邓恩想了下，严肃回答道：我会在电报里添加这一点的。克莱恩没再浪费时间，拉门而出，直接走入了对面会计室。奥利安娜太太正在弄年尾3个月的预算，想提前完成，免得队长又忘记这件事情。没能及时提交，他看见克莱恩进来，微笑打了声招呼道：小莫雷蒂，你这次要报销什么？克莱恩吐了口气道：奥利安娜太太今天放假，立刻回家。奥利安娜愣了一下，呆呆地看着对面那张写满了凝重的脸庞。几秒之后，他慌乱站起道：好的。克莱恩忙又补充了一句：你去文职人员办公室和武器库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我通知罗珊。奥利安娜几乎没做什么收拾，拿上提包，小碎步跑向了会计室门口。进入走廊后，他回过身来，深深望了克莱恩一眼，在胸口画出绯红之月道：你们会得到女神庇佑的。谢谢。克莱恩无声回应了一句，通过隔断来到接待大厅。只见伦纳德正神情僵硬的和梅高欧斯聊着兰尔乌斯的种种事情。克莱恩靠拢罗珊，边翻出杯子边提起热水瓶，然后低声道：回家这里很危险，明天再来。罗珊愕然张开嘴巴，但又在克莱恩严肃郑重的表情里慢慢合拢。他埋头收拾了10几秒钟，拿上提包离开了接待台。与克莱恩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咬了下嘴唇，压低嗓音道：其实我有多讨厌别人成为非凡者，就有多崇拜职业者。目送所有文职人员撤离黑金级安保公司后，克莱恩将温水端到梅高欧斯面前，弯腰放下道：我还有事情需要处理，等下再过来。起身的时候，他顺势凑到伦纳德耳边，从喉咙里吐出声音道：稳住他。伦纳德呲了下牙齿，咧了下嘴巴，接着继续僵硬的聊天。他发现梅高欧斯渐渐有点烦躁，精神时而集中时而涣散。克莱恩回到队长办公室内，发现邓恩已经去了地底，桌上有一封译好的来自代发者小队的回电。是的，我们立刻过来。是的。
那位失控的带法者果然是因为梅高欧斯。克莱恩难以平静地踱步到走廊上，不知是在等待队长拿着圣骨灰出来，还是在等待援军的抵达。不知道高层次的强者是否都懂得传送，应该不行吧。他来回转了几圈，忽然感觉身心都变得宁静，并发现两侧的煤气灯全部染上了幽蓝。昏暗与幽深之中，邓恩沿着地底阶梯走了出来，单手托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方形骨灰盒。这盒子既像是纯银制成，又给人骨头的感觉，上面雕满了神秘的花纹。他离得越近，克莱恩就越感觉寒冷，似乎有凉意飞快渗入了血液。邓恩的脸庞映上了冰蓝的光芒，对克莱恩道：“你去查尼斯门后拿一件攻击性强的封印物，具体挑选哪一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我已经交代了西家和内部看守者，注意规避隐患。其中2分级封印物有3件，分别是：我取走了圣塞琳娜的骨灰，西家和内部看守者就更不能离开他们的位置了。此时此刻，弗莱和伦修的洛耀都在科恩尼家帮忙准备葬礼，而圣塞琳娜教堂的那位主教先生则去乡下布道了。”好的，克莱恩没有犹豫，转身走向了地底。快到十字路口时，他忽地顿住脚步，因为他知道廷根市那扇查尼斯门后的封印物绝大部分属于3级，很难对梅高欧斯肚子里的婴儿造成影响。那最低也是一个神话生物。变异的太阳圣灰应该可以，但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根本无法发挥作用。2分级封印物，廷根市只有3件，都是很危险，很容易就弄死自己的物品，威力估计也就和我的扬言符咒差不多。我等下就不要顾忌什么了，该用扬言符咒就毫不犹豫的使用，这比2分级封印物只强不弱，毕竟蕴含有神血的力量。克莱恩思绪转动，微不可见点头。他又摸了下衣兜内的扬言符咒和阿兹克铜哨，惊喜的发现后者的触感恢复了。不管有用没用，克莱恩当即掏出用来做占卜的纸张和钢笔，刷刷刷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让我命运不协调，驱走你孩子头骨的那个家伙出现了，他安排梅高欧斯进入佐特兰街36号的黑金级安保公司。梅高欧斯很可能怀有邪神的子嗣，情况很危急。收住钢笔，折好信纸，克莱恩就在十字路口直接掏出铜哨，吹了一声，看见巨大的白骨信使出现于身前。